いざとなったら自衛隊の潜水艦は中国軍の空母を沈められますか？沈められます。前不久，日本自民党议员公然叫嚣击沉中国航母福建舰，引发一片哗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也被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指为立场没有变化、敷衍、搪塞。狼三则中有一个妇孺皆知的故事：一狼进去，其一犬坐于前，久之，目四明，亦遐甚。转世机心后，一狼动其中，亦将遂入，以攻其后也。蒲松龄最后发出狼亦遐矣的感叹，故事用在日本身上是绝妙的隐喻。高市内阁一边嘴上服软，一边在行动上加速修订安保3文件，准备修改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3原则，建立先发制人打击能力，先麻痹对手，然后搞背后偷袭，是日本历史上惯用的阴招，且屡试不爽。中日甲午海战中，亚洲最强海军北洋水师之所以全军覆没，和日本的偷袭战术不无关系。1894年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北洋水师的济远、广乙舰护送运兵船途中，突遭日本联合舰队偷袭。此时，两国尚未正式宣战，日本甚至在开战前1日还假意与中国商讨共同撤军。这一战揭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日本最终以弱克强大获全胜，也树立了日本先下手为强的军事传统。战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割占台湾，索取巨额赔款，国力骤增，军国主义野心由此膨胀。两个列强邻居为争夺中国的土地，在中国地盘上干仗，这是被反复提及的中国近代史上最耻辱的瞬间之一。1904年，日本与沙俄因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利益冲突剑拔弩张，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但谁也没想到日本会再次选择偷袭开局。2月8日深夜，日本海军未经宣战，突袭旅顺港内的俄国太平洋舰队，鱼雷快艇幽灵般潜入，击伤多艘俄舰。次日，日本才正式宣布开战。这场突袭极大削弱了俄军战斗力，为后续日军登陆朝鲜、进攻辽东赢得主动。最终，日本成为首个在近代击败欧洲列强的亚洲国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小小倭国日本连续用偷袭战术制服满清、沙俄两大身边的巨兽，不但震惊了中俄两个大国，也震惊了世界。日本由此称霸东亚，尝到甜头的日本野心也再次膨胀。1931年的918事变则彻底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无底线操作。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中尉河本末守率人在沈阳柳条湖附近炸毁一段南满铁路，还刻意留下中国士兵的衣物和武器，伪造中方破坏铁路、袭击日军的假象。随后，日军以此为借口，一夜之间攻占沈阳，4个月内侵占整个东北。实际上，这次行动完全是关东军高层策划的阴谋，甚至连东京的内阁都被蒙在鼓里。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的一声枪响，拉开了全面侵华的序幕。而导火索竟是一个荒诞的理由：日军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这名所谓失踪的士兵名叫志村菊次郎，其实只是迷路，半小时后便归队。但日军并未停止施压，反而借题发挥，发动炮击。短短数日，华北战火蔓延，全面侵华战争爆发。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清晨，美国太平洋舰队停泊在夏威夷珍珠港，官兵们大多还在休息。突然，天空出现大批飞机，那是日本航母起飞的轰炸机群。短短2个小时，美军损失惨重，8艘战列舰受损，其中4艘沉没，188架飞机被毁，2400多人死亡，而日本仅付出极小代价。最关键的是，攻击发生时，日本驻美大使仍在华盛顿递交和平谈判文件。日本故意拖延宣战书的送达时间，确保偷袭达成最大突然性。这一战让 Pearl Harbor 成为被信偷袭的代名词。美国总统罗斯福称之为一个永远臭名昭著的日子。最终，日本惨遭美国投掷2枚原子弹，2战战败，付出惨痛代价。然而讽刺的是，今天的日本右翼仍有人美化此次行动，称其为民族自卫之战。
战结束后，日本并未像德国那样彻底清算军国主义思想。在美国冷战战略庇护下，许多战犯被提前释放，甚至重返政坛。甲级战犯岸信介曾是伪满洲国的经济总管，战后不仅未受严惩，反而在1957年当选首相。靖国神社自1978年起供奉14名甲级战犯，历任首相多次参拜，引发中韩等国强烈抗议。日本政府则狡辩称这是宗教自由。与此同时，日本通过动漫、日剧、美食等软实力输出，塑造温和友善的国家形象。许多年轻人只知道二次元和樱花，却对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731部队、人体实验知之甚少。日本不断用文化糖衣包裹历史毒药，让世界逐渐淡忘伤痛，变得麻痹。回看100余年历史，日本一次次用阴招改变国运，从丰岛偷袭到珍珠港，从柳条湖爆炸到制造失踪士兵，从战后洗白到今日扩军，他的手段不断进化，但内核始终未变，畏惧实力，蔑视规则，善于伪装，伺机而动。近年来，日本的连续动作值得警惕。防卫预算突破 GDP 的2%，计划采购上千枚远程导弹，发展对地基地攻击能力，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推动修宪，企图恢复集体自卫权，打破和平宪法束缚，甚至讨论拥核可能性。日本正在以应对威胁为名，悄然推进军事扩张。阴招只要及早防范，终会被猎人识破。熟知中国文化的日本，应该对狼的故事的结局不陌生。狼亦侠矣，而顷刻两毙。